嘿，大家伙儿早喽！11月14号星期二，今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了。咱们一会儿回评论。这几天的安排是这样的：今天会轻松跑，之后明天还是去参加周3的强度课合练。受伤的地方今天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但是明天的强度课我会很保守。因为明天是第5天，之后后天调整休息1天，所以这个周期练5天。目前是这么安排。受伤这地儿这2天抹药，然后热敷，好的挺快的。现在唯一剩下的感觉就是抹完药要自己按摩一下。小腿捏多了也疼，所以有人跟小伙伴说用泡沫轴这个事儿，小腿后侧用泡沫轴，用完第2天有可能会疼的，因为那劲儿挺大的。我今天刚才又去跑了大阪马拉松35公里左右那个坡，现在去大阪城，一会儿天亮点咱们回评论，加油加油！好，咱们开始回评论。首先，昨天饮食我说的，也有小伙伴在评论区讨论。其实挺简单，就大家第一不用焦虑，第二呢看看总热量，第三呢马拉松跑者的饮食，我个人的建议和我个人的不成熟的观点是，就不需要太干净，控制总量，什么都吃点就行了。就不管您是在减肥期，还是像我这样在一个训练期，就是别暴饮暴食，合理的吃，问题不大，好吗？没有女粉嘛，都不敢说话。首先我很少说粉丝什么的，或者我基本不说，咱们就是观众或者朋友。有啊，一开始是特少，后来有一些。去年的北马，我在进到起跑等候区的时候，还有咱们频道的女性观众也是 A 区厉害，跟我打招呼呢。有的视频加到合集里，好连续播放，没问题，我今天白天就处理。甩鞭子的感觉可以描述吗？不可以描述，有难度。其实啊，所谓的这各种感觉，您觉得轻盈了，觉得不累了，或者觉得找到了感觉了，说白了，它根本上都是能力提升了，是吧？您要是腿没劲儿，然后关节薄弱，耐力不行，也找不到这种感觉。所以加油干！高驰的体测准吗？挺准的。我现在没用过，他刚刚第一个测试版本，内部测试版本邀请我用来着。他测出来的我的最大心率跟那次去测就在室内测最大摄氧量测出来最大心率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那次我的体测没有跑到最大心率，其实预估的成绩也差不多。唯一不准的就是最大摄氧量，最大摄氧量所有的表都不准，想准您就用那种就是呼吸面罩去测。最大摄氧量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刚从大阪回来，没来得及大阪城偶遇，最后2天在京都的时候，在鸭川跑了跑步，觉得在这边吃饭，不管是餐厅吃还是便利店吃，蔬菜都太少，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您自己买菜做饭就很好。下次来玩，咱们可以偶遇一下。最近天气冷了，又过了旅游的黄金时间了。我还不知道大阪马拉松最后这一段具体怎么跑。
好像就差不多这儿，然后前面左转，然后从另外一个门进大阪城。下一个马拉松破3了，想知道3小时以后的训练的进步速度。虽然我文字回您了，但是想拿出来说说，这马拉松成绩，什么成绩其实都是越快进步的越慢。其实跑进3小时对成年男性来说，我总说不难的，真的不难的。它其实就是花时间，每月跑量够了，累计的年限够了，就水到渠成了。这个3小时，我个人认为没有谁是不行的，就正常健康的成年男性。但是呢，所花的时间跟精力确实是挺大的，这就看您怎么去安排。进了3小时以后呢，如果想跑进250，有点难度。跑进250，我觉得月跑量得按照400来规划。月跑量按照400来规划就挺难的了，大部分人时间上就做不到。但是也有能做到的。你们看，我老说元大都的马老师，他也是很早上班，正常工作，有孩子有家，孩子也不大，他就早晚通勤，想办法。有小伙伴问通勤怎么洗澡，我那时候没有洗澡条件的时候，就是背着衣服，背一个书包，那时候还不是运动书包呢，就普通书包，把那个带儿系得紧紧的。然后到了公司，用卫生间带一条毛巾，就用凉水，就卫生间洗手的水擦一擦，换衣服。那样持续了将近2年呢。所以都可以，就看您怎么想。想再进一步，就是我那天回的是250可能还能靠时间，245呢就要靠强度，240呢就得靠运气了。大部分人都是，应该是往那边走。半马这2个月跑的能跑1小时35，但是跑完都抽筋了。之后好像是跑龄不长，可以用5分配跑30公里，但是有些艰难了。我看是一个人吗？啊，是一个人。想问全马怎么办？你应该是就是还是跑的少。半马跟全马真的是2个不一样的东西。我半程马拉松可以跑进1小时30的时候，那时候全马只能跑3小时40，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跑的都挺快，但是跑的少。那时候单次的训练也就是5公里到8公里，倒是不慢，都在4分30以内甚至。所以我才说全程马拉松，第一是积累总跑量。我初步的就是随便那么一估计，可能积累到1万公里就会不一样。还有就是每一次训练的长度增加也会不一样。我不知道大阪马拉松是不是这么跑。最后这一点，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说一下。我今天回去得研究地图，研究半马，研究全马。手表的数据要不要相信？就是疲劳程度、训练的强度、恢复的时间，我觉得啊，可以完全不用管，因为那个东西它不具备真正的指导意义，都是算出来的。你要觉得体感好不累就跑，
觉得累了就休。所有手表，不光是您问的这一款，因为现在这方面还是，就首先这个功能就不是手表的一个核心功能。有小伙伴问运动手表，不懂，想开始跑步，怎么去买？就是现在您唯一需要就是2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它必须得是双频的 GPS。第二，它的生态数据必须得开放，就是随便下载随便上传。好像就是从这儿进大阪城、大阪马拉松，到时候这可能会撤掉，然后这样左转就冲刺了。前面就是拱门，应该。您就把握这2个原则。现在给您几个推荐，比方说您可以买高驰的 Pace 3，可以买佳明的265，这2个基本上肯定不踩坑，而且呢，使用方法呀、技巧啊、遇到的问题啊、社区啊都完善。不是说其他不好，其他的我不能负责任的说。累计跑了3700公里，半马可以跑119，全马也不行，3小时22，所以这也特别说明问题，对吧？半马想全程冲下来啊，不难的，无非就是冲得快还是慢。但是您过了25公里，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这跑过的小伙伴应该都有体会，是吧？不过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好像那个10000公里就是我和您说的，您现在是3700，您再跑1年，明年您现在的速度能力加上这1年的耐力基础，明年稳稳的2小时55以内，至少。还有一位小伙伴问高驰的 Apex 2 Pro 和 Apple Watch Ultra 怎么选？您特意问到冬天的心率，就如果您跟我身材差不多，那就如果不买心率带的话，就买高驰。昨天特别逗，昨天我的 Apple Watch Ultra 稍微带的不够紧，就是日常那种松紧度。早上跑步，过一会儿它就锁上了，就要输密码，过一会儿就锁上了。我以为是就是程序卡住了，要重启呢。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他以为我把表摘了，就他以为他表后边的那个胳膊不是人的胳膊了。昨天也比较冷嘛。啊，本田先生，风大桑，哎呦，本田先生穿了个芝加哥的 T 恤。差不多我准备的都回完了，这次准备的不多，因为我们加入了直播的环节以后，就很多在直播的时候就聊了。我还是很期待把每天的这种视频做成一个每天训练的一个记录，大家一起，我陪大家聊聊天，大家陪我跑跑步，是吧？挺好的。受伤啊、疼痛啊，也有小伙伴说，最近跑了10公里，原来可能没跑过10公里，也可能是15，我记不清了。跑完腿就疼，2个腿都疼，要缓好长时间，那很正常。10公里不短了，真的。您跟任何一个人说，就不跑步的人说我能跑10公里，那都是了不起的距离，对吧？多跑多习惯就好了。包括有评论区很多小伙伴说到冬训加跑量，主要就是注意安全，尽量防止和避免伤病，或者说把伤病放在可控的范围内。你看我这次就可控的范围内，因为我经历了几个月的小跑量之后，我猛地恢复过来，我也不适应。
这只能慢慢来。今天跑完，这个月差不多就将近270公里了。明天15号，这个月跑的不少，希望给冬训开一个好头吧。那咱们训练后再见了，加油干，加油干！11月14号星期二清晨7点12，训练结束，已经第4个训练日了。今天跑了16公里，平均配速5分05，平均心率136，功率195，步频还是200，步幅99。步频快是因为肯定还是有受伤的影响，希望它能够平稳的好起来。就应对伤病，就是我老说的这个观点啊，你恢复休息没问题。如果您是为了健康训练的话，健康锻炼就养好了再来。你要像我这样呢，就是你恢复到觉得有7、8成了，就开始训练，把强度放低，慢慢来。你要保证你的训练过程中，这个伤是平稳的，或者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它肯定是没有您全休的时候恢复得快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折中取舍的办法。像运动，尤其是耐力运动、马拉松这种，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都是在妥协和取舍中度过的，对吧？行吧，这已经戴这个手套都有点凉了，天气凉的有点厉害。明天的强度课我还不知道课表，一般都是今天晚上发。之后我们还是这周末、这周六下午安排一个直播，如果到周六之前我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好吗？那行，那这4天就这样，明天去跟一个强度课，看看能跑到什么程度。明天应该不会去全力以赴跑那个强度，因为毕竟就理论上说，一个轻微的拉伤是不可能3天就完全康复的，只是感觉上会好很多，是吧？好，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最近也开始在大阪的半马和全马这些路线去找路段去探路了。我们一切都好吧，好吗？那大家还是我们一起加油冬训，咱们明儿见。